烏俄戰場上出現了正宗的俄式抽象笑話拼盤。2026年夏天，對於烏克蘭前線的俄軍士兵來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憋屈。俄軍過去長達1年的攻勢，不僅沒有實現任何戰略目標，反而徹底陷入了實質性的戰略停滯。說的委婉點叫戰略相持，說的難聽點就是純純的打不動了。連《紐約時報》這種老牌媒體都直接點名嘲諷了，說過去這3個月，俄軍在前線的推進速度堪稱是2023年以來最差、最拉胯、最讓人沒眼看的階段。全軍不僅沒往前走多遠，甚至在部分戰區，俄軍還開啟了倒車模式。這仗打到這份上，你都不知道他們是在打仗，還是給全世界的軍事學院提供反面教材。咱们拿具體戰區來盤一盤，看看俄軍到底有多抽象。科斯吉揚季尼夫卡附近，早在2025年10月，俄軍的先頭部隊就已經摸到了這個城市的市郊。當時俄國的軍事博主們紛紛表示，明早就在市中心喝咖啡。結果呢，戰爭研究所的報告揭露了一個令人噴飯的事實：在過去整整1年的時間裡，俄軍在這個戰線以及周邊多個區域發起了無數次衝鋒，烏拉喊的震天響，就是沒能取得任何進展。俄軍每天的任務就是起床衝鋒，被烏軍的無人機和火炮炸得暈頭轉向，之後撤退，在郊區的爛泥溝裡啃乾糧睡覺，第二天再把這個流程完美複刻一遍。這是西西弗斯推石頭，推了1年，石頭還是那塊石頭，人倒是換了好幾波。在哈爾科夫方向，烏軍第129獨立重型機械化旅最近發布了一份戰報聲明，看的人真是熱血沸騰。烏軍在德烏里奇大區發動了一次突擊作戰，無人機在天上開天眼，炮兵在後方定點清除，突擊隊在地面收割，系統性的識別並摧毀了俄軍深藏在樹林裡的火力點、掩體和加固陣地，直接把俄軍像趕鴨子一樣從森林裡和據點裡一路踢了出去。僅僅這一次進攻，烏軍就收復了約22平方公里的領土，一戰打垮了俄軍在這片區域經營了幾個月的防線。相比於烏軍的現代化協同作戰，俄軍在扎波羅熱方向搞出的操作簡直沒眼看。因為正面打不過，一隊俄羅斯突擊兵又開始鑽管道了。這幫穿着防彈衣、拿着步槍的俄軍大漢，試圖通過這條直徑僅1米的管道，悄悄爬到烏軍後方的陣地搞偷襲。這條管道足足有13公里。這幫人就在鐵管子裡，跟下水道裡的神龜一樣，硬生生地爬了超過13公里。為了運送裝備和補給，他們甚至還在管道裡用上了小推車和滑板車。這畫面不說是在戰爭，我還以為是在錄制什麼極限生存挑戰真人秀。這幫俄軍忍受着缺氧和幽閉恐懼，滿心歡喜地以為自己正在完成一項史詩級潛伏，幻想着鑽出管道的那一刻打烏軍一個措手不及。但問題是，這個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你以為你在演諜戰劇，其實別人是在看猴戲。烏克蘭的情報部門早就通過無人機偵察和各種手段，摸清了俄羅斯要利用這條管道搞滲透的計劃。烏軍既沒有炸毀管道，也沒有用水罐，而是將無人機飛到管道出口處，提前在出口周圍布設了大量的投降傳單。然後烏軍的步兵和天上的無人機就端着槍架着炮在那守株待兔。等這幫在管子裡爬了10幾個小時，累得半死不活的俄軍一頭鑽出地平線，想要高呼烏拉的時候，迎接他們的就是無人機的熱情接待以及滿地勸降的傳單 surprise。 這幫俄軍當場就崩潰了，爬了13公里過來送人頭，這真是太有創意了。只是在2024年到2025年，俄軍雖然打得也挺艱難，戰術也十分呆板，但好歹人家家大業大，還能靠着傳統的人海戰術更新點戰績，為什麼現在不行了？2024年10月到2025年3月，這是俄軍奪取阿夫迪夫卡後的擴張紅利期。那陣子，俄軍平均每天能拿下的領土增益大概是14.92平方公里。雖然跟2戰時期的閃電戰沒法比，但好歹每天還在往前挪。到了2025年4月到2025年10月，情況就不對勁了。烏軍的防線穩住了，俄軍平均每天的領土增益直接掉到了9.76平方公里，縮水了1/3。再往後，悲劇來了。2025年11月到2026年4月，俄軍撞進了烏軍的要塞地帶防禦網，俄軍的平均每天領土增益降到了可憐的2.9平方公里。你以為這就是低谷了嗎？天真的朋友們，俄軍永遠能給你整出新花樣。最慘的還是2026年4月，在這個月裡，俄軍沒有往前走哪怕1毫米，反而出現了每日領土淨損失3.87平方公里的奇觀。幾十萬大軍在前線，每天燒着幾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的軍費，消耗着成千上萬發炮彈，死傷無數人，最後每天還把將近4平方公里的地盤還給了烏克蘭。這組數據背後掩蓋不住的是俄羅斯結構性衰竭。雖然克里姆林宮的宣發部門還在瘋狂加班，新聞主播們還在電視上痛恨横飛地強調俄羅斯的勝利是歷史的必然，但在前線，戰果可是最誠實的。
相比于俄軍的拉胯，烏克蘭這邊的表現在2026年迎來了史詩級的爆發。根據戰爭研究所的統計，2025年底，烏克蘭就已經悄悄的穩紮穩打的收復了庫皮揚斯克的大部分地區，而且在最近幾個月的一系列反攻行動中，烏軍又在南部戰區一口氣收復了超過400平方公里的領土。就在前不久，烏軍還在庫皮揚斯克上演了一場大掃除，那些好不容易滲透進庫皮揚斯克邊緣的俄軍小股部隊，被烏軍的突擊隊配合無人機徹徹底底的給清理了出去。現在的俄軍指揮部已經被打懵了，手裡就這麼點預備隊，到底是把他們拿去填頓巴斯的無底洞，維持進攻重點，還是趕緊用火車拉到南部去堵烏軍的突破口？這道選擇題不管怎麼選都是個死局。曾經號稱世界第2軍事強國的俄羅斯，之所以混到了今天這步田地，都是自己作的。第一個問題，俄軍通訊鏈路太拉。在2026年2月之前，前線俄軍極其依賴的通訊手段是偷偷摸摸走私進來的星鏈終端。在當時，俄軍也是沒有辦法，自己家的通訊系統太拉胯，一開機就被烏軍定位炸成渣。於是，很多俄軍的基層指揮官直接對這些非法的星鏈終端產生了嚴重的路徑依賴。他們靠着這些走私來的小鍋蓋來進行高清視頻傳輸，看着屏幕指揮步兵在爛泥裡突擊，甚至用來給後方的炮兵進行實時的火炮糾偏。有一說一，用起來確實香。在2026年2月，烏克蘭與 SpaceX 公司以及美國國防部經過一系列極其複雜的操作，屏蔽了所有被俄羅斯非法使用的星鏈終端。這一下，俄羅斯的指揮鏈斷了。前線的俄軍連長正坐在掩體裡喝着伏特加，看着平板電腦屏幕，打算微操一下前線的步兵排。突然屏幕黑了，連長急得滿頭大汗，拿起對講機狂吼，結果裡面全是沙沙的電磁干擾雜音。隨後烏軍的反擊就來了，烏軍的無人機突擊群飛向俄軍陣地，因為通信徹底中斷，這些在戰壕裡的俄軍單位無法呼叫後方的炮兵提供火力支援，也無法通知友軍從側翼過來協同防守，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烏軍的炸彈落到自己頭上。第二個問題則是無人機不行。如果說2022年還是火炮和坦克的天下，那麼到了2026年，烏軍已經完完全全地掌握了戰場上空的統治權。烏軍大量部署了具備極高航程，並且搭載了 AI 自動鎖定與末端視覺識別功能的特種無人機。通過這些無人機，烏軍實現了一個以往只有靠重型轟炸機才能完成的戰略目標，對俄軍防線後方100至160公里縱深的補給線實施了全天候無死角的動態封鎖。咱們拿一條最典型的路來說，從馬里烏波爾直通頓涅茨克的關鍵交通大動脈 T0509 公路，現在這條路每天俄軍的油管車、運兵車和滿載炮彈的補給車都要在這條路上狂奔，結果就是奔不動了。前線的俄軍裝甲部隊傻眼了，他們的坦克雖然還在，裝甲也挺厚，但是油箱空了。重型火炮雖然沒壞，炮管子還擦子锃亮，但是炮彈沒了。你指望這幫毛子兵推着幾十噸的坦克去撞烏克蘭人嗎？沒有了能源和彈藥補給，這仗還怎麼打？第三個問題則是俄軍人力資源的枯竭與徵兵模式的崩盤。自2022年開戰以來，普京為了維持國內的政治穩定，極力避免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這些富庶的大城市進行強制動員，怕惹出社會動盪。所以俄羅斯一直靠花錢買命的模式去吸引西伯利亞、遠東那些邊遠窮苦地區的年輕人，或者是有案底的勞改犯，會有他們去當志願者。這招在頭2年確實管用，很多窮的只剩一條命的年輕人，為了讓家裡人買得起拉達汽車，毅然決然地簽了合同。但是這個建立在金錢和人命兌換基礎上的機制，在2026年1月宣告全面失敗。前線的慘狀瞞不住了，同村去了100個小伙子，回來90個骨灰盒，剩下10個缺胳膊少腿的，這誰還敢去？根據情報顯示，俄軍在2026年初的招募率已經暴跌到了每月大約2.4萬到3萬人。俄軍在戰場上因為醫療條件拉胯和指揮官的豬突戰術，月均傷亡人數高達3.5萬人。按理說，前線打得這麼慘淡，各種抽象操作滿天飛，俄軍高層應該反思了吧？錯，和前線的慘淡比起來，俄軍的將領們，尤其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好像完全活在另一個沒有烏克蘭人的平行宇宙裡。面對慘烈的戰局，格拉西莫夫同志不慌不忙，又開始發揮他的傳統異能——造假。前些日子，格拉西莫夫穿着笔挺的軍裝，在克里姆林宮的會議上，大張旗鼓地向普京和全俄羅斯宣布了一堆重大進展。他信誓旦旦地聲稱，英雄的俄羅斯軍隊已經成功拿下了庫皮揚斯克，不僅如此，還完全控制了博羅瓦和庫特基夫卡全境，目前正在乘勝追擊，向庫皮揚斯克以西挺進。他甚至還臉不紅心不跳地說，在利曼方向，俄軍打出了突破性的戰果，已經控制了利曼高達85%的區域。
這一通匯報聽得台下的官員們熱血沸騰，估計連他自己都快信了。結果還沒等俄羅斯的新聞播完，戰爭研究所和歐洲情報機構就端出了一大摞高清衛星圖像，照着格拉西莫夫的臉就是一頓狂扇，戳破了他的牛皮。衛星圖清清楚楚地顯示，俄軍在庫皮扬斯克根本完全絲毫就沒有建立任何穩固的陣地，整個市區連一輛俄軍坦克的影子都找不着，最多也就是有幾個不要命的滲透小組在城郊的廢墟裡躲着發抖。而且就像咱們前面說的，此前烏軍早就完成了對庫皮扬斯克的徹底清剿，就算現在又像老鼠一樣溜進来一些俄軍，也絕对成不了气候。至于他说的那个完全控制的库特基夫卡，情報分析顯示，俄軍目前大概只佔領那個村子邊緣約 6.5% 的區域，估計也就剛摸到村頭的幾個牛棚。把佔領一個牛棚吹成完全佔領全境，這文字遊戲玩的就跟當年俄羅斯信誓旦旦喊着完全佔領盧甘斯克一樣，扒開一看裡面全是水分。最離譜的還要數利曼，格拉西莫夫吹的那叫一個唬人，控制了 85% 的區域。聽起來烏軍只剩下一條街了，但戰爭研究所的數據揭露，俄軍實際上在利曼的控制區只有可憐的 0.06%。0.06% 和 85%， 這中間差了多少倍？這不是四捨五入的問題了，這是直接在戰報後面加了好幾個零。最搞笑的是，格拉西莫夫這種睜眼說瞎話的吹牛水平，已經到了連俄羅斯自己人都看不下去的地步。那些平時天天在網上喊着要和平基輔的軍事博主們，看到總參謀長的戰報，都忍不住開始陰陽怪氣的嘲諷：總長大人，您這漂亮的報告根本不切實際呀，您這是在遊戲裡打出的戰績嗎？據戰爭研究所的深度分析，這不是偶爾的失誤，這已經是俄羅斯最高軍事指揮層連續第5個月向外界以及普京本人發布完全不準確、純屬捏造的戰場評估了。這就引出了一個結論，要麼是俄羅斯的最高指揮層已經徹底被底下的軍官蒙蔽，根本不了解前線的泥潭裡到底發生了什麼真相，要麼就是他們其實心裡清楚，但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和身家性命，不願意也不敢向那個住在克里姆林宮裡的人承認失敗。無論是哪種情況，後果都是災難性的，因為這些虛構的捷報正在坑害俄軍自己的作戰規劃。琢磨一下就知道了，明明在庫皮揚斯克這邊，俄軍還在被烏軍按在地上摩擦，毫無進展，但是因為格拉西莫夫向上面報告說我們已經拿下了庫皮揚斯克，於是總參謀部的那些參謀們就根據這個虛假的勝利開始制定下一步的作戰計劃。既然庫皮揚斯克拿下了，那我們明天就向西打舍甫琴科尾巴。第一步都還沒走完，連腿都摔斷了，就想着明天要跑馬拉松了。這就導致前線那些苦哈哈的俄軍部隊經常會收到一些完全無法執行的荒唐命令，指揮部讓他們去駐守一個其實還在烏軍手裡的村莊，結果隊伍開過去，直接進了烏軍的包圍圈，稀里糊塗的就送了命。看到這裡，你也就不會奇怪，為什麼總有一大堆俄羅斯將領敢圍在普京身邊，拍着胸脯保證到今年秋季之前一定拿下整個頓巴斯了。沒準這幫高官看着自己編出來的戰報，真的以為俄軍在前線打得有多牛，戰神附體了呢。現在的俄軍內部正處於這樣一種極度病態且無解的狀態，基層將官為了逃避責任對高層說謊，高層又把謊言包裝成情報匯報給克宮，克宮又把這些大好情報當作現實，反手用來制定出完全脫離戰場實際的宏大的作戰計劃，再押給基層去執行。在這種整個指揮體系爛到根裡、上下交相欺騙的氛圍裡打仗，俄羅斯不說誰說？